当大地褪去最后一丝光明，人类进入甜美的梦中时，他们将嗜血的杀机隐藏于暗夜深处。他们因受到上帝的诅咒而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他们既不是神，也不是魔鬼，当然也不是人。他们是被上帝遗弃的孤儿，在黑夜里流浪飘荡。从受到诱惑做出选择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受到神的诅咒，游离于天堂和地狱之外，成为黑暗中孤独的另类。对他们而言，黑暗不是终结，死亡才是开始。他们就是吸血鬼。大家好，欢迎来到迷影区间。今天我们来聊聊吸血鬼。在准备做这个系列的时候，我想过从什么题材开始呢？吸血鬼这个类型在电影这门艺术形式诞生的时候就随之一起出现，而吸血鬼在人类历史中出现的也远比人们想象的要久远。既然如此，那就从这个恐怖领域的古老者开始吧。当我们聊起吸血鬼的时候，让我们先想一想，吸血鬼到底是什么？我们脑海中的第一个画面是什么？寂静的黑夜，阴冷的星月和古堡，尖牙，苍白的皮肤，血，深色的斗篷，十字架，帅气的脸庞，等等。吸血鬼为什么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就从吸血鬼的起源开始说起。吸血鬼意思是嗜血、吸取血液的魔物，他们既没有死，也不是生，他们是死亡桥伴的生命体。在欧洲，从很久的时候就蔓延着吸血鬼的传说，成千上万的人们相信这一传说，并在黑夜里因为吸血鬼而颤抖。他们通常身着斗篷，飞翔在黑夜中寻觅猎物，有着血色一样的眼睛，力量远大于常人，拥有能操控天气的能力，能随意变化成蝙蝠、野兽和人类的样貌，而且拥有亘古永恒的寿命。但是为了维持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必须不断吸食人类的鲜血。他们常在古堡和黑暗的村庄出没，变换成楚楚动人的美女或者冷峻俊俏的模样诱惑人类，然后张开冰冷的尖牙，插入脖颈的动脉，享受那炯炯涌动的美味鲜血。除了法术高强的猎魔人，普通人只是他们饥饿时的猎物。人类唯一知道的是，只有用尖头木桩刺穿他们的心脏，可以杀死他们。吸血鬼害怕的东西有很多，比如大蒜、圣水、木桩，但是吸血鬼最害怕的东西是阳光，因为光是上帝的化身。以上就是大众对吸血鬼的普遍印象。吸血鬼到底是如何被塑造成我们印象中的样子？很久之前，到底是多久之前？任何悲剧都有起源，而和人类所写的历史一样，吸血鬼也有自己的历史。有据可查的有圣经中上帝对该隐的诅咒。根据圣经记载，亚当和夏娃因为偷食了禁果，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之后他们来到荒野生活，辛勤劳作，并且生了许多孩子，其中该隐是老大，同时他也是个农夫，和身为牧羊人的弟弟亚伯共同生活。有一日，两人照例向上帝献祭，该隐将地里种的蔬菜和粮食作为供物献给上帝，而弟弟亚伯奉上的是丰盛的肉食。上帝选中了弟弟亚伯的贡品，该隐就因为嫉妒而杀了自己的亲兄弟，于是被上帝驱逐。上帝派3个天使在该隐流浪的途中找到了他，并且劝说他悔过自己的罪行，虔诚的祈祷宽恕。可该隐并没有听劝，3次劝说全被他拒绝。上帝勃然大怒，彻底的放逐了该隐，同时对他降下诅咒。该隐所受的天谴便是终身必须吸食活人的鲜血，并且永生不死，世世代代受此诅咒的折磨。而更加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苏美尔
亚述和巴比伦的楔形文字中也记载着，有一位吸血恶魔女神莉莉丝。在犹太神话中，她是掌管夜晚的恶魔，传说她是撒旦的情人，在夜晚会展开巨大的翅膀，伴随着风暴降临。见过莉莉丝的男人无一不被她迷倒，她靠诱惑男人和吸食婴儿的血液继续长生不老，她被后世称为恶魔之母。希腊神话中记载，冥府女神的侍女安普莎会在人梦中吸血。在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摩罗衍那》中也记载着食人鲜血的罗刹王沙塞斯和加里女神。亚洲岛国菲律宾因为盛产蜥蜴，所以吸血鬼的形象就成为会飞的蜥蜴。它们的身上长满了可怕的鳞片，通过细长尖利的舌头来吸血。在美洲有大片的热带雨林，林中四处都是蛇和猴子，吸血鬼又化身成为蛇或邪恶的半人半猴的形象出现。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吸血鬼化身形象，则是源自秘鲁，因为秘鲁的自然界真实存在着一种吸血的蝙蝠。无论东方人、西方人，还是波利里西亚人、阿兹特克人或爱斯基摩人，世界各地的文明不约而同的都出现了吸食人类精血魔鬼的记载。最初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甚至人类文明诞生之初。为什么？在亘古久远的原始蒙昧年代，人类如同一个刚出新手村的孱弱新手，依靠着浅薄的经验值，小心翼翼地在充满危机的世界中生存着，对超出自身理解范围的事情近乎一无所知。人类只要闭上眼睛，所接触到的只是无边的黑暗。盛行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的原始古民们，把万物都视为有灵，加以尊敬和崇拜。而人对生命和死亡最原始的认知，就从血开始。血是生命最原始、最直白的象征。血崇拜本身就是一种最原始的特殊信仰。人们经常看见人畜遭受猛兽的袭击或遭遇意外而流血，随着血液从体内流失，死亡也随之降临了。因此，人们把生命和死亡与血相关联，对血产生了神秘感和恐惧感。久而久之，赋予血以神秘色彩，加以崇敬和信仰。在这种源于实际观察又超越了现实的思考能力中，种种神魔的形象在血液的崇拜和恐惧中降生了。他的恐惧始终在人类岁月的长河中潜伏着。每当人间诞下灾难，人们总是又想起这个吸血恶魔。吸血鬼这一形象在西方出现，要追溯到11世纪的东欧。当时的东欧瘟疫肆虐，在民间故事中，吸血鬼被描绘为带走生命的邪恶角色，但此时对于吸血鬼的形象却没有统一的具体的描述。东欧自古以来便是多种文化的聚集地，也是不同宗教势力争夺的范围。在那个年代，宗教对于世俗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解释权，因此吸血鬼的形象从产生之初就与宗教密不可分。到了11世纪，基督教将吸血鬼与撒旦的形象合二为一，吸血鬼被解读为无法获得救赎的灵魂，同撒旦一样是魔鬼的象征，而教堂、教义以及虔诚的信仰是避免成为吸血鬼的唯一方式。中世纪是一个苦难而又黑暗的时期，当时黑死病席卷整个欧洲，死亡的气息让人们有如惊弓之鸟，常常把没完全死亡的病人匆忙埋葬。过后因为某些原因，打开坟墓时发现尸体有活动过的痕迹，便认为是尸体复活，变成了吸血鬼。人们奔走相告，口耳相传，有一种鬼怪，他们流连于黑夜，靠吸食人类的血液为生，喝得饱胀后就躲在棺材里睡觉。他们死而不死，与日光绝缘，只要碰到一丁点阳光，那鬼怪便会浑身着火，最后化为灰烬。这种刻在基因中的文化因子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淡分毫。除了民间口口相传哄孩子回家，吸血鬼也通过种种艺术形式凝练下来。蒙克在1893到1894年创作了一幅名叫《爱与痛苦》的油画，也叫《吸血鬼》。一个皮肤白皙的女子亲吻着一个男子的脖子，女子的长发如同鲜红的血液垂在男子身上。
蒙克用这组绘画表达出失去姐姐的痛苦和对生命逝去的困惑。1816年的一个伟大的夜晚，英国诗人拜伦和他的情人克莱尔和未来的妻子玛丽雪莱，其中还有一位是拜伦的私人医生波利多利。四人因为被风雨困在别墅中，拜伦提议一人写一个恐怖故事，因此玛丽雪莱笔下大名鼎鼎的弗兰肯斯坦诞生，而波利多利则写出了第一部吸血鬼小说，成为这类作品的开宗立派之作。18世纪中后叶，哥特文学在英国流行，而吸血鬼那阴森恐怖的形象仿佛恰好为哥特文学而生。自此，吸血鬼的形象正式走入文学作品中。不少作家都开始尝试在小说中描绘吸血鬼的形象。曾经的吸血鬼形象因为文化的不同而千差万别，而确立现在大众心目中经典吸血鬼形象的，就是1897年爱尔兰作家布拉姆斯托克创作的小说《德古拉》。小说是以几位主人公的日记、书信以及报纸上新闻报道的形式来呈现的，讲述律师乔纳森·哈克前往罗马尼亚的一所古堡办理房产买卖手续，却将德古拉伯爵引到了伦敦。德古拉在伦敦兴起一场血雨腥风，最终被吸血鬼猎人范海辛消灭。时空交叉地描绘了一个高贵、智慧、邪恶与柔情于一身的德古拉伯爵。小说一经出版便大获成功，极富凄美惊悚的哥特风格令他轰动一时，真正掀起了吸血鬼文化的高潮。每日邮报甚至把它与勃朗特的呼啸山庄、爱伦坡的恶蛇府的倒塌相提并论。从此，德古拉成为吸血鬼的代名词，为后世的作家和电影创作者提供了灵感，奠定了基调。他本人也被称为吸血鬼小说鼻祖，以布拉姆斯托克命名的文学奖也代表了恐怖文学领域的最高奖。18世纪尾声，电影诞生。1895年12月28日，卢米埃兄弟拍摄的电影《工厂大门》宣告现代意义的电影问世，而恐怖这个类型在电影诞生后1年就出现了，而题材正是吸血鬼。很多人认为1920年的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是第一部恐怖电影，但事实上，在这部电影诞生20年前，1896年，电影魔术师乔治梅里爱就拍摄了一部3分钟的无声短片影像《魔鬼庄园》，这事实上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影史第一部恐怖片。1922年，德国表现主义大师茂瑙将吸血鬼的形象搬到了大荧幕，世界上第一部吸血鬼影片《诺斯菲拉图》诞生。片中塑造的吸血鬼诺斯菲拉图伯爵给观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影片几乎完美地还原了斯托克小说《德古拉》中对吸血鬼外貌的刻画。伯爵外表丑陋不堪，长长的指甲、尖牙、光头、伏耳、惨白消瘦的脸，仿佛吸血鬼本人亲自出演，让人不寒而栗。诺斯菲拉图在德语中意味着病毒携带者。电影中的诺斯菲拉图不仅是嗜血成性的恶魔，也是瘟疫和灾难的制造者。主演麦克斯·许瑞克以无可挑剔的演技塑造了一个人间恶魔。影片营造出一个充满威胁的世界，浓郁的黑色渲染出如噩梦般恐怖的氛围。这种独属于默片时代的恐怖感，如今难以复制。诺斯菲拉图的成功深深影响了大西洋对岸的好莱坞。正处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电影业也岌岌可危，好莱坞敏感地嗅到了恐怖题材带来的票房价值，而此时吸血鬼的出现正好提振了原本低迷的好莱坞电影。此时的环球影业只是一家小型私营工作室，在创始人卡尔·莱姆勒的儿子小莱姆勒接管工作室后，便开始打造新的项目。他们买下了德古拉的版权，让原本出演戏剧的演员贝拉·卢格西披上斗篷担任主演。正是这一决定，将卢格西和德古拉一同推向了新的高度。德古拉成为了第一部被搬上大荧幕的有声恐怖电影，卢格西几乎一夜之间家喻户晓，而德古拉则成为影史最具标志性的恐怖角色。天鹅绒披风，邪恶但是充满魅力的笑容风靡整个美国。在这部影片后，吸血鬼也成了帅气、高贵、优雅的化身。直到临终时，贝拉·卢格西都穿着他的德古拉戏服，静静地躺在棺材里，永远长眠。
德古拉伯爵开始了对银幕长达几十年的统治，环球影业也开启了好莱坞的首个黄金时代——环球恐怖片时代，奠定了电影业霸主的地位。此后的吸血鬼形象都一直延续着，直到1992年，大名鼎鼎的好莱坞教父级导演科波拉出手，惊情400年又将吸血鬼电影迈出了一大步，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取得了成功。导演科波拉自如地跨越了400年的时空，将吸血鬼的传说凝聚在一条跨越古今的叙事线上，巧妙地将一个死亡故事置换成一个追求真爱的哥特式浪漫爱情故事，使吸血鬼的形象具有了史诗般的宏大气质，塑造了一个跨越亘古的时间，为爱反抗上帝的悲情吸血鬼形象。真爱不死一度成为经典台词。影片大气恢宏，华丽的布景，新颖的特技，令人目不暇接。加上好莱坞的宣传攻势，很快席卷了全球的电影市场。吸血鬼的形象已经不再受制于恐怖片类型的限制，向更深的维度探索。2年后，又一部经典《夜访吸血鬼》问世。影片对自我身份认同和生命意义发出了终极拷问，人文内核远远超越了其他同类题材的影片。著名导演尼尔·乔丹振臂一呼，好莱坞3大帅哥便齐聚麾下，汤姆·克鲁斯、布拉德·皮特、安东尼奥·班德拉斯联袂出演，向观众呈现了一个人类与吸血鬼并存的世界。以吸血鬼的角度出发，瞄准人性作为命题，刻画出始终在善恶和欲望间矛盾纠结的孤独灵魂。吸血鬼终于摆脱了神秘莫测的距离感。夜访吸血鬼让吸血鬼的形象跨越了由非人到人的巨大转变，让吸血鬼拥有了与常人无异的情感，而吸血鬼因为异于常人的身份，往往只有悲伤的结局，上演永远不会白头偕老的爱情悲剧。影片中扑面而来的浓烈情欲是短暂和悲哀的，故事中所影射的一切都体现了导演巨大的人文关怀。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着与主流价值不同轨的少数族群，终究得不到结局的宿命，让他们始终处于卑微的反抗和自舔伤口的孤独中。独特的视角和深沉的主题，让这部《夜访吸血鬼》在吸血鬼题材中鹤立鸡群。哪怕抛开这一切，单单是主演们的绝世美颜，就够影迷们狂舔屏幕了。2008年上映的《暮光之城》似乎宣告着吸血鬼电影又一个复兴时代的到来。年轻帅气、优雅迷人、永远时期的爱德华立刻俘获了无数少女的心。唯美的画面和阴郁浪漫的氛围，让一向显得严肃和老气横秋的吸血鬼换上了更年轻的身躯。进一步的人性化又一次拓展了吸血鬼形象的可能性。吸血鬼题材花开万朵，冷酷凌厉的刀锋战士，欢乐逗逼拿奖无数的吸血鬼生活，摇滚十足的吸血鬼女王，漫威过来蹭贴贴的暗夜博士莫比亚斯，还有最新上线的动作喜剧日班猎人。What are you doing in my room? Money. 吸血鬼题材自从电影诞生起，就一直跟随着电影演变的脚步，恐怖、惊悚、爱情、动作、喜剧、科幻，种种类型无所不包，至今魅力不减。当初恶魔般的形态，并不妨碍他成为最诱人、最神秘、最浪漫的传说人物，因为他身上具有一切不可思议的魅力，充满魔力、美丽、俊俏，永生不死。在吸血鬼和受害者之间，时常还有一种掺杂着情欲的施虐和受虐关系，就像《吸血迷情》中所说的，使你在极度幸福中死去，难道还有比这更具诱惑力的吗？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生命的本质就在于鲜血，因此不难理解，
几乎每种文化中都有和死亡、血液相关的恶魔怪物的传说。这些传说折射出早期人类对于疾病、死亡的困惑。当我们探讨吸血鬼的根源，不难发现，吸血鬼其实源自人们内心深处的恐惧。无尽的战争、疾病、贫苦造成的死亡恐惧，始终萦绕在人们身边。破解未知的最佳途径就是将其人格化，所以鬼、幽灵、恶魔这样的元素在世界范围内比比皆是。吸血鬼恰好就是人类恐惧面的具象表现，人们将不了解的东西具象化，以此获得安全感。吸血鬼在心理层面也足以让人着迷。吸血这个行为本身就伴随着亲密的接触和体液交换，带有强烈的性暗示。吸血鬼在吸取血液时，伴随着喘息声，还有尖牙刺入动脉的那一刻带来的快感，都是一种含蓄、充满仪式感的暗示。而这种禁忌的心理暗示，也体现出一种病态的情动和迷恋。当殷红的鲜血滴落在洁白的衣衫时，胸口荡起汹涌涌动的情欲时，所有的恐怖和不可名状都化为心尖上舞动的未知之美和偷尝危险禁果的情欲刺激。如今吸血鬼早已摆脱了恐惧这一单一形象，反而提供了一种文化形式。文化延伸出娱乐，意义却不止于娱乐。我们不断地美化吸血鬼的形象，为其增加文化符号、神秘魅力。某种角度上来说，这何尝不是人类自我设想的方式？我们将他们塑造成今天这副模样，恰恰是他们身上有我们的一切特点，也有我们希望的一切。我们希望拥有吸血鬼超凡的能力、迷人的外表和永恒的生命，于是将这种幻想投射在吸血鬼身上。吸血鬼背负着这份不死的诅咒，终其一生为我们提供滋养。在这令无数人疯狂和追捧的永生背后隐藏着多少恐惧、罪恶和无奈。尽管他们拥有统治黑暗的永生、嗜血的本能、贪婪的兽性、邪恶的法力，却与人性以及阳光下所有美好的事物绝缘。在带给我们惊恐、欢笑、感动的背后，吸血鬼正在无人的黑暗角落拭去委屈、孤独的泪水。请让我们善待吸血鬼，但吸血鬼永远不会消失，它将始终在电影的迷离时空中散发邪恶的魅力。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迷影区间，有不够严谨的纰漏，还请大家指正。如果大家喜欢这篇内容，就帮我一键3连，你们的关注、点赞就是我的护肝丸。接下来做个预告，下期跟大家聊聊僵尸、活死人。That was scary. 我们下期见。